你准备好迎接一场席卷亚洲金融市场的超级风暴了吗？就在几天前，新台币上演了一场惊天大戏，2天暴涨 6.5%， 周一早盘直接突破$1兑30新台币的心理关口，创下40年来单日最大涨幅。这不是普通的波动，而是金融市场的一次大地震。更震撼的是，这场风暴不仅席卷台湾、韩国、日本、中国的货币也集体飙升，亚洲外汇市场彻底炸开了锅。这场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新台币的疯狂上涨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市场传言指向一个神秘的名字——海湖庄园协议。有人说，这可能是大国博弈的最新篇章，意在重塑全球货币格局，甚至让美元霸权岌岌可危。但也有人警告，这只是市场过度解读，真正的推手是更复杂的金融暗流。究竟是单纯的汇率波动，还是地缘政治的惊天布局？答案就在今天的视频里。让我们先来点燃你的好奇心：台湾寿险巨头为何突然恐慌，抛售4600亿美元的敞口，引发市场连锁反应？美元为何在这场风暴中疲软不堪？资金又为何疯狂涌向亚洲货币？更重要的是，贸易协议的传闻、亚洲巨额美元资产的回流，甚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指向了一场看不见的金融博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台湾的出口企业、寿险公司的生死存亡，还可能改写你我的投资版图。如果你关心全球经济走势，想抓住汇率波动的投资机会，或者只是好奇这场风暴会如何改变世界，那就千万别眨眼。今天我们将抽丝剥茧，带你深入这场货币风暴的核心，从摩根大通的独家分析到台湾中央银行的紧急表态，揭开所有真相。别忘了点个赞，订阅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马上进入这场金融大戏的精彩剧情。新台币暴涨的惊人真相。先来看看这场风暴的核心，新台币的疯狂表现。5月初，新台币对美元2天飙升 6.5%， 周一早盘甚至突破$1兑30新台币的心理关口，创下40年来最大单日涨幅。根据台湾工商时报的数据，新台币上周五单日涨 3.07%， 周一再涨 4.5%， 让市场一片哗然。这场暴涨对台湾经济的影响立竿见影。台湾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电子、半导体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元收入。新台币升值直接削弱出口竞争力。工商时报指出，部分企业的毛利率甚至一夜之间转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与此同时，台湾加权指数周一收跌 1.23%， 显示市场对汇率波动的担忧。但暴涨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推波助澜？市场传言指向2股力量：第一，台湾寿险巨头对美元敞口的恐慌性对冲；第二，台美贸易谈判中可能包含的汇率条款。我们先从寿险公司的危机说起。寿险巨头与4600亿美元的定时炸弹。新台币暴涨的直接导火索之一是台湾寿险行业高达4600亿美元的美元敞口危机。台湾寿险公司是亚洲最大的美国债务持有者之一，持有约700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资产，其中大部分是长期复杂的美国债券。美国银行估计，这些资产的对冲比例仅为 65%， 处于历史低位，意味着一旦美元贬值或新台币升值，寿险公司将面临巨额账面损失。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敞口？过去几年，美元持续升值，寿险公司通过持有美元资产享受了高收益率和资本利得，堪称躺赢。西太平洋银行的策略师 Martin Wetton 指出，美元升值让寿险公司忽视了对冲需求，但新台币的突然暴涨彻底打破了这一美梦。更糟糕的是，寿险公司持有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利率高度联动。近年来，
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寿险公司已经承受了账面亏损。如今新台币升值进一步加剧了损失，迫使这些巨头集体抛售美元，对冲敞口。金融时报分析称，这种恐慌性对冲引发了连锁反应，推高新台币汇率。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紧急介入，要求寿险公司评估汇率波动的影响，并讨论应对措施。台湾中央银行行长杨金龙也在5月5日16点30分的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汇率波动威胁市场稳定，央行将果断干预，并警告市场评论员不要臆测炒作。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抛汇潮，监管措施显得力不从心。一位中型银行交易员感叹，全台湾都在卖美元。这场危机暴露了台湾金融体系的一个隐秘风险，多年积累的美元资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就会引发剧烈震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 Brad Sesser 在 X 上指出，台湾金融业长期做多美元，这种策略在美元升值时获利丰厚，但在当前环境下却成了致命弱点。海湖庄园协议，新台币暴涨的另一大推手是市场对海湖庄园协议的热议。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它源于川普提出的一个构想，通过多边协调压低美元汇率，提升出口国货币，以改善美国贸易逆差。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类似操作的经典案例，但海湖庄园协议至今只是传言，从未被官方证实。然而，市场为何如此坚信协议的存在？有几个关键线索：亚洲货币集体暴涨，新台币不是孤立。5月初，韩国、日本、中国的货币均出现显著升值，显示出某种协调性特征。摩根大通指出，这种大规模波动几乎不可能在没有政策默许的情况下发生。模糊的官方回应，韩国财政部长承认将与美国财政部进行工作层面磋商，而台湾中央银行则反复澄清未受美国施压要求升值。这些含糊其辞的回应反而加剧了市场猜测。法国巴黎银行的专家表示，市场预期显示，汇率问题可能已成为谈判的隐秘焦点。台美贸易谈判的背景，市场传言，台湾可能通过允许新台币升值来换取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以减轻川普政府的高关税压力。台湾在野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政府只顾面子工程，忽视出口企业困境，暗示汇率波动与政策有关。但摩根大通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在最新外汇策略周报中认为，美元疲软更多源于基本面变化，而非协调性协议。具体来看，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贸易冲突引发滞胀担忧，美联储独立性争议削弱美元吸引力，德国财政政策转向宽松，支撑欧洲资本市场，美国期限溢价上升与美联储终端利率下降同时出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资金从美元资产流向其他市场，推高亚洲货币。但摩根大通也承认，亚洲国家多年贸易顺差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正在通过回流和对冲形成强大压力，这可能是新台币暴涨的深层原因。亚洲美元资产的回流风暴。说到美元资产回流，这可能是整场货币风暴的核心变量。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如中国、韩国、台湾，多年来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持有大量美元资产。摩根大通估计，仅中国出口商就持有4000亿至7000亿美元资产，
台湾的外汇储备高达 1.7 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债券。这些美元资产在美元升值时是香饽饽，但当美元走弱，新台币升值时，它们变成了烫手山芋。企业、寿险公司甚至散户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元，兑换本币以规避损失。这种大规模对冲行为直接推高了亚洲货币汇率。更重要的是，政策信号也在放大这一趋势。中国近期下调美元人民币固定汇率，被市场解读为亚洲货币升值的绿灯。台湾中央银行虽然试图干预，但其操作空间受限。过去，央行通过掉期交易帮助寿险公司对冲风险，但如今贸易摩擦推高美债收益率，外部压力让干预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回流风暴不仅影响汇率，还在资本市场掀起涟漪。台股周一的下跌，外资流入与散户抛汇共同反映了市场的不安。在地缘政治、宏观政策和市场预期的交织下，一场隐形的货币风暴正在酝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新台币暴涨让不少人联想起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泰国、韩国等国的货币在外部压力和资本外流下暴跌，引发区域性经济崩溃。如果新台币持续升值，可能导致外资撤离、产业空心化，甚至演变为类似危机。但当前形势与1997年有本质区别。97年危机源于固定汇率制崩溃和外债过高，而如今亚洲国家手握巨额外汇储备，经济基本面更稳健。台湾 1.7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 GDP 的 200%， 为干预汇市提供了充足弹药。然而，寿险公司的货币错配和出口企业的汇兑损失仍然可能成为触发点。摩根大通提醒，亚洲国家无需直接卖美元，只要通过窗口指导提高企业对冲比率，就能间接推高本币汇率。这种隐性干预方式让市场更加难以捉摸，也为海湖庄园协议的传言增添了神秘色彩。投资者如何应对？这场货币风暴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无论你是外汇交易员、股票投资者还是普通散户，以下几点建议或许能帮你抓住机会，规避风险。关注美元指数，美元疲软是当前行情的核心驱动。密切跟踪美国经济数据，如非农就业、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动向，判断美元走势。调整外汇策略，新台币等亚洲货币可能仍有升值空间，但波动性加大。建议使用期权或远期合约对冲汇率风险，避免单一方向压注。重新审视债券投资，寿险公司的困境表明，美元计价债券面临双重压力，利率上升加汇率波动。考虑增加本币资产配置，分散风险。警惕台股波动，新台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构成挑战，台股短期可能承压，但外资流入可能支撑科技股，关注半导体等板块的反弹机会。保持敏锐洞察，地缘政治和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影响市场。订阅权威媒体，关注摩根大通、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的最新分析，把握政策风向。好了，今天我们深入剖析了新台币暴涨 6.5% 的幕后真相。从寿险巨头的恐慌对冲，到海湖庄园协议的神秘传言，再到亚洲美元资产的回流风暴，这场货币地震不仅改变了台湾金融市场的格局，也为全球投资者敲响了警钟。未来几个月，美元走势、贸易谈判、地缘政治都将是关键变量。无论海湖庄园协议是否真实存在，亚洲货币的集体崛起已经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保持敏锐的市场嗅觉，合理配置资产，你就能在这场风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密码。你怎么看这场货币风暴？欢迎留言聊聊。
关注我，我识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